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金安。魏姬，本皇后是来送糕点给皇上的，你让开。皇上正在歇息，奴婢不敢打扰，还请皇后恕罪。莫非皇上身体抱恙？春玲，去传太医令，我要去看看皇上。诺。你敢拦皇后？皇上有旨，静思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，还请皇后先回。若皇上召见，奴婢自当亲赴交房殿请假。你说什么？别以为你得宠，你就可以得意忘形。我可是皇上的正妻，我要见皇上，岂是你这个下人能阻挠的？给我滚开！奴婢虽是下人，但皇上是天子，也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绝不能退半步。放肆！滚开！奴婢身负皇命，还请皇后自重。皇后乃后宫之首，应该母仪天下，还请皇后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等皇上出来，看我怎么惩治你！皇上是天子，也就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就绝不能退一步。奴婢身负皇命，请皇后自重，谨遵圣旨，以作表率。你的女儿，堂堂大汉的皇后，刚才就被他挡在他的门外。你叫我忍，结果我却如此受欺负。你是不是说皇上在兰陵殿闭门不出，连你都不肯见啊？哼，那很好啊。好？怎么好啊？皇上只顾着和那个小贱人同乐，连见我一眼都不肯，还吩咐那个贱人来挡我。这才好啊！真是天助我儿啊！皇上留在兰陵殿不出，越久就越足以构成魏姬魅惑圣上之罪。哼！莫西王下，褒姒灭周，女子祸国，素来是历代皇帝甚为忌防的呀。母亲说的是，这件事情要是让祖母知道，看他怎么收场。哎，你可先别着急，还要忍啊！你现在只管好好孝顺祖母，侍奉在侧。再过几天，让人看看哪一个是贤德皇后，哪一个是妖媚姬妾。到时候祖母自会为你做主的啊！皇帝连日闭门不出，我昨日召见他都没来，今日又不早朝，实在叫人担心呢。皇上心正受阻，应该只是一时之气，所以才会。一时之气，过这几天也该闹够了。禀皇太后，马车已备好。走，去兰陵殿。女儿啊，你一直和皇帝亲厚，魏姬又是你一手提拔的，你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劝出来，否则这事让你祖母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祖母也是很疼皇上的，只要跟祖母好好说明，祖母她也不会。只怕有人添油加醋。魏姬先前与皇后母女风波不断，我听说这魏姬连皇后都敢拦阻，我倒要看看我这个皇太后去，她敢不敢拦？走。段大哥，你回来了，事情办得还顺利吗？一切都很顺利，就是担心你这里的情况。段大哥放心，我能应付的。子夫，皇太后与平阳公主来了。皇太后驾到！
参见皇太后，参见公主。都起来吧。谢皇太后，谢公主。皇上多日闭门不出，皇太后担心皇上龙体，过来探视。魏姬，去把皇帝请出来。请皇太后恕罪，皇上不想见人。皇帝连亲母都不见，还是你不让皇帝见？请皇太后恕罪，奴婢不敢。魏姬，宫中谣言已起，说皇上沉迷声色，荒废政事。如若事情闹大的话，只怕会玷污皇上英名。皇上并非沉迷声色，只因朝事不顺，心情烦躁，才会闭门静思。还请皇太后、公主明察。皇帝既是心烦国事，平阳，你进去替亲弟分分忧。皇上这几日胃口好吗？皇上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身体安康，就是怒气微消。母后，以往弟弟心烦，都是食不下咽，睡不康宁，每每要策马出外，奔跑射猎才能舒坦，但如今却一反常态。而且，此人乃跟在皇上身边的七门仆射段宏，此刻却持剑在此。孩儿相信，这该是皇上的安排，未必就是贪恋美色。母后，还是等皇上出来再问吧。我愿意等。太皇太后可不一定就此作罢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参见太皇太后。恭迎太皇太后。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参见皇太后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要想见谁，去把他召到长信殿便可，何须一驾到此？多日不见皇帝，再不亲自来巡，恐怕就见不到孙儿了。彻儿是忧心国事，皇帝一心为国，是件好事，但国家大事不能轻率。许昌他们反对推行新政，也只是谨慎行事，皇帝听不进去也就罢了。可是现在居然不上早朝，还久居妃妾殿中，这像话吗？娇儿，你亲自去请你夫君出来，和许昌等众臣子当着哀家的面好好聊聊国事。祖母，上次我要去，被指不自重，这次我可不敢去，怕有损皇后威仪，伤了皇后的体面。说这话就不失威仪吗？你是我大汉的皇后，大汉后宫有什么地方是你皇后不能去的？诺。好妹妹，先国而后家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既然已经下了圣旨，不准打扰，如果贸然闯入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公主是真怕违抗皇命，还是存心包庇假传圣旨之人呢？哼，我差点忘了，此殿的主人不久前还是平阳府上的歌姬呢。既然皇后不能内进，那就让我这个当姑母的长辈亲自进去请皇上吧。姐姐，平阳这孩子做事一向谨慎，他不可能会包庇人。倒是彻儿，他的秉性你是知道的。彻儿闹脾气不出来见人，是他不对。可是这么多人，硬是要逼他出来，叫他如何自处啊？哼，看来
要哀家亲自去请了，看谁还要阻拦，谁都不许跟着。秋平，走。莫，等等，哪来的拦路狗，竟敢冒犯太皇太后！西门仆夜段宏，奉皇上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。圣谕，你知不知道此乃皇上的亲祖母，就是皇上亲临，也需称臣服命啊！啊！无论是谁，臣识君之路，只知死守军令。好，你既然一心求死，哀家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够了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段仆夜确实奉了皇命，并非存心冒犯，求太皇太后开恩！求太皇太后开恩呐！你这个妖女，迷惑皇上，还假传圣旨！来人呐，将魏姬一并拉去处斩，通通拉下去斩了！太皇太后！段大哥不要！皇上不在兰陵殿。皇帝在哪儿？孙儿在此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是皇上。太皇太后吉安，皇太后万安。太皇太后，孙儿离宫，亲自去了河南，查吉案开仓之事。既是查案，光明正大，又何必故弄玄虚？彻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母母后，河南太守陈器告吉案，擅发军粮，孙儿深觉不妥，但不想奸臣有机防范，只有假以闭门，暗网查查。朝臣指吉案，擅发军粮，引致军心不稳，所以孙儿执意到边防查查，却发现李将军。臣在。你来说。禀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臣带兵镇守边疆多年，多是本郡征粮，甚至兵将自耕，从未动用荆棘3合粮草。河南太守陈器诬告吉案，其实是记恨私卖储粮，谋利不成，却罔顾受灾百姓的性命。孙儿已把如此奸佞之徒就地正法了。杀得好！另外，路上查知，济川王刘明称上贡之物受损不能缴，其实私相授受，更杀害欲告密的中尉。孙儿深知祖母仁厚，不忍杀宗族子孙，故派段宏传旨，废弃王位，贬为庶人。不孝子孙，死不足惜呀！难得皇帝仁德宽厚啊！孙儿先前出外视察，也知道有官员以权谋私，没想到狂妄至此。如今终明白陈器等人为何陈词激昂，反对新政，原来是怕新制之下难以与官员疏通，无法中饱私囊。孙儿此次要还吉案公道，更要推行新政，严查所有郡国官员的贪赃之事。太皇太后，陛下，臣等定当尽早商定新政细节，也商讨一下将来军饷的运送。朕觉得由金鸡供应军粮，免地方重担也是好事。李将军，就请你与众卿下去好好商议。臣等告退。吉案留下。臣在。段宏。臣在。魏姬。奴婢在。堂下3人，一个擅自开仓，
一个挥剑犯上，一个隐瞒顶撞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其实都是孙儿。哀家不是问你，是问那个连皇后也敢阻拦，哀家的懿旨也敢违逆的人，是不是3个都该死啊？回禀太皇太后，奴婢以为，一个该赏，一个该放，一个该杀。那哀家问你，谁该赏，谁该放，谁又该杀呢？说！臣以兵刃对太皇太后，罪该万死。臣脚趾开仓，牵连段仆射与魏姬，臣该死。祖母，孙儿让魏姬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百姓饥寒则不畏死，不畏死则弑君之威莫如，天下乱之始也。汲黯虽交之有过，但其放粮之举，抚黎民于水旱之患，止祸乱于未发之前，显皇上以仁德之名，应记一功，功过相抵，该放。那谁又该赏呢？昔日，宋国被楚国围攻，解阳受晋景公之命救宋，不料途中被楚庄王擒获，反要他复宋劝降。解阳假意答应，脱险后却宁死也要从晋君命，而被楚庄王。解阳坚持，承命为信，最终楚庄王赦之，而晋君绝之。今段宏受皇命，背礼而承命，忠君而信诺，该赏。那该杀的，就是你了。兰陵殿闭门拒客，虽是对君上守诺，但欺瞒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却非圣意。奴婢作为臣下，作为晚辈，令2位太后奔波伤神，难辞其咎，该杀。说的合情合理呀，母后。如此说来，汲黯是该放，段宏是该赏，哼，魏姬是该杀。祖母，魏姬助孙儿查办奸佞，虽然欺瞒2位太后，却情有可原。好一句情有可原呐！那皇帝的意思是，这魏姬是该赏，更该放了。既然只是情有可原，而不合法理孝道，自然该罚。就罚魏姬1年内不予封号，着令继续学习宫规宫礼，以彰显太皇太后仁慈。好，好，好，彻儿，那2个人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即按开仓赈灾，功过相抵，迁为荥阳令。段宏冒死守命，忠信可嘉，赏金500。你等3人还不快谢恩？谢太谢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上隆恩。温凉恰宜，果甜浓郁，酒香四溢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再不是祖母强拉硬抱都坐不住的毛躁小子了。
越来越有人君之谊了。是祖母教导有方。这一口温酒，只是水、火和果肉的交融，尚且要细心慢煮，何况错综复杂的国事呢？祖母是指孙儿处置以权谋私的陈气和刘明太过分。奸佞之臣，杀以警重，处置得宜，皇上统帅百官，管理朝政，君主立威，更是无可厚非呀。谢祖母，孙儿今后定当尽心尽力，让百姓衣丰食足。彻儿有此决心，祖母就放心了。把你祖父与父皇的基业交给你，只是立国策，不同于执法，不能一步登天。祖母还是不赞成孙儿除旧弊，行新制。治国如饮热酒，喝得过急只会烫嘴伤身，先小尝室温，不急慢饮，才能暖胃怡情。是，祖母。祖母并非要阻你行事，只是哀家身历三朝，深感人心难测，众志难统。为君者若不谨慎，不得百官拥戴，往后的事只会更难呐。孙儿明白，那孙儿就不着急，先找个郡，试行新政，行之有效，再广而推之。这酒真是越饮越香醇了，酒好，心情就舒畅。哀家倒是颇想听听曲儿了。白明，在。备琴。诺。